好的，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开始继续今天的课程。上一节课呢，我们简单讲一下什么是表格数据，然后以及怎么样做一些这个基础的这种表格类数据的这个预处理。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我们这个表格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这种单表格学习。单表格学习，顾名思义呢，就是你给我单张表，我在上面做一些机器学习和这个数据挖掘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从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来说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划分成两类的这个方法。第一类的方法呢，主要是一些这种浅层一点的这个方法。主要是在这个深度学习是吧？说白了就是这个2013年它那个爆发之前，然后主流的这种单表格的学习的方法呢，都是这种浅层的这个方法说白了就是没有用神经网络这一类的这个方法然后当然呢，在深度学习爆发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以这种 deep learning 的这个方法为主。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典型的这个潜能学习的方法都有哪些第一种呢，就是这个或者说也是这个最经典的这个方法，应该就是这种基于这种决策树的这一类的这个方法。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这个22年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篇论文的这个研究他当时呢在这篇论文上呢比较了很多浅层学习的方法和深度学习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它这里呢是在这个分类论和这个回归论上都进行了这个比较，而且做的数据集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呢，一般来说比较的都是这个这个值越高越好。然后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一眼，就是大家会发现上面排名比较高的或者说是这个表现比较好的这个方法，就是什么拆分库，还有什么随机森林，提升数之类的这个方法。然后至于右侧的这个回归任务仍然是这种拆分库这种随机森林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呢，就当时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这种浅层一点的一个方法仍然是可以打败这种深度学习类的这个方法，在这种单表格分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当然，这上面这个拆分库的或者说随机森林这个方法，它其实是基于这种单个决策树进行这种集中学习的这一类的方法，但是仍然它们都属于这种那个浅层一点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呢，哪怕到今天为止，这个浅层一类的方法，说白了就是以这种决策树还有这种基于决策树的这种机器人类的方法，仍然是广泛的应用在各类表格分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甚至是一些很典型的这个企业我们去交流，他们自己的这个数据分析的内部的数据分析系统，然后呢，很多时候也是非常依赖于这种决策树。然后我们当时还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那个深度学习的方法对他们来说呢有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深度学习呢它比较新，他们工程师呢很多时候不太好理解，不太好使用，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有可能它是从那个生产空间就说白了它不是计算机行业然后呢转到了这种，因为有些生产必须要有这种行业内部的背景跟知识，所以说他们这种那个部门做一些数据分析或者说机器学习的人不光有这个计算机有背景，也有一些是其他的一些
车类的话，还有可能一些是用这种机械自动化的这种电子在做然后还有一个有可能它年纪稍微大一点，因为这个但是呢，他们这种学的知识呢，基本上都是以决策树为主。所以说呢，那决策树它由于它这个简单，而且呢，它还是有一定好的这个粘性的，所以说这个在他们系统的，在他们这个企业内部还是占据了很大的一块的使用。另外一块呢，在这个22年组织体呢，先来看，确实这个方法不太给力，对于这种三角和学习的这样一个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决策树这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比如说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单个表，这个表呢描述的是这个网球运动员他是否决定根据今天的这个天气，比如说温度、湿度，然后风力决定是否要去进行这个打球这样的一张表。然后假设我们要进行一个推测任务，就是说你告诉我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我推测一下这个适不适合这个网球运动员去打球。就说白了，对最后一列的这样一个段去进行预测。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观察这个数据，然后想想怎么样用决策树，然后给它分析出来。这里为了这个简单，我直接给大家列出来，然后我们是可以列出来这样的一个决策树。比如说你先看一看是吧？它要是这个天气好是吧？就是这个太阳是太阳，那么这个怎么着？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帮它归纳出来了一套这种1/2的这种数据逻辑，就这种数据逻辑，它是一个决策组，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这种1/2为对子的这种数据逻辑。所以说呢，这个决策树是一个方法，它可以简单理解成它就是在看看怎么样能归纳出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逻辑。然后在人工智能呢，它学科呢，有些人呢把它们叫做这种符号学科，对吧？他们说我们希望用一些数理的这种方法去解决这种机器学习主要的这样的任务。好，然后刚才呢，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这种离散的这种形式，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把它当做一个这种连续的这种比如说它这个湿度到底是大于75%还是小于75%，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那个处理这种离散的这些变量，离散的这种。那好，那到底该怎么样去构造一个决策树呢？决策树呢，目前来看呢，它是拥有3种非常典型的这种类型的这个节点。第一个呢是这个根节点，第二个呢是这个中间节点，第三种呢是这个叶子节点。首先这个根节点呢比较好理解，就是从最开始的进行这个推理的时候，你的出发点，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些节点呢它其实就是你的中间的这个 if else 的这个拐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最终的这个节点呢就是叶子节点它其实就是你们最终的这个预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决策树。那好，那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对于这个网球运动员打球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就应该从这个根节点开始出发然后呢把它划分成几个子数，然后对于任意一个子数呢，当前的这个节点呢就成了它自己的根节点，然后继续进行这种划分和它的根节点一样是吧？继续进行划分，然后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迭代的过程，直到它的叶子节点，就是说它的这个某一个中间节点，它不能够再被划分，那么这就相当于抵达了这个叶子节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完这3个步骤呢，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好像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个步骤
然后呢，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如何进行这种划分，或者说这个节点的这个分割管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一般来说呢，这个做这种设计不同类型的决策树的人啊，他们一般都会聚焦于到底该如何进行这个决策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分裂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设计。然后这个分裂机制的这个设计的不同呢，然后它就会诞生出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决策树的这样的一些构造方法。比如说最简单的应该就是这个 CLS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是一种基于这种完全随机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还有呢，像一些其他的经典的方法，就像什么 ID3 C4.5之类的这个方法比如说 ID3 呢，它是就是说基于最高信息增益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然后其他的应该它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这个决策树的构造的一个方法，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课下呢好好看一下。那好，我们这里呢就简单的举一下这个 ID3 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了它这里呢基本上它的核心呢应该就是在于这个在这里看，在进行这个节点中间节点分裂的时候或者划分的时候，它看它的这个信息增益是不是最大。好，然后呢，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决策树的这个方法，这也是一个非常基本或者简单的数据挖掘方法然后刚才仍然我们也是可以回顾一下刚才我给大家的这两张图排名在上面的其实是那一类集成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法就是这种以XGBoost为代表的还有什么随机森林为代表的这种集成类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就简单的学习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是这种集成类的这种方法。集成学习它的这一类这个方法，顾名思义，它应该是多种方法进行一起学习是吧？一起推断的就集成各个这个分类器或者说各个那个模型它们的这个结果然后进行最终推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为什么这个集成学习它比较强大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有个谚语是3个那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然后它其实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多个人呢他的一个共同进行这种决策你就像那个我们经常所提到什么多人投票或者民主投票、民主决策，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是吧？多个人一起讨论，然后达成了一个这个结论，就这么来做。然后如果你要是从理论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示例的这个理论分析来思考一下比如说假设我们有那个n 个这样的一个分类器基准分类器或者说基础分类器，然后它每个节点每个分类器呢它有一个错误率那么假设它一个分类器它进行推测的话，那么它犯错的概率呢其实就是这个它自己的这个值它自己犯错的概率。那么如果是 n 个一起推测的假设他们每个人的这个权重或者说就是那个投票的那个都是一样的，那么只有当 2n 加1个然后呢都错了的时候，他们 n 个
小分类器的这样的一个共同推理才是错误的。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回去试一下。对于这种集体决策它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率错误的可能，它是远小于这个单个分类器这样的一个决策。好，然后对于这个集成学习来说它也是发展了估计也有那么20-30年了，它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它是有两个非常典型的这个方法。第一类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个bagging， 它的全名应该叫做 bootstrap aggregating。第二种呢，这个方法呢是这个 boosting， 就是提升类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具体的来看一看这两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agging 这样的这一类的这个方法。bagging 呢，它这个全称呢应该是 bootstrap aggregation。它的基本的思想呢就是说，我能不能并行着去学习多个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器，然后再把它们这个结果呢，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推断的，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说呢，它是比如说你给我这个 original 这样的一个 data， 然后呢我把它们进行这个采样，而且呢它一般是做这种有放回的这个采样然后呢对于每一个这个采样呢，我都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分类器，然后呢我这样的话我独立并行的这个学习得到这个 n 个，比如说 n 个这样的一个分类器，然后呢让他们进行一个投票比如说他们每个人的这个投票的权重一样这一种。还有呢有可能说我基于你的这个错误率是吧，你的错误率越高，那你的投票权重就越低，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思想进行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投票所以说这个bagging 这个方法真的是挺简单也挺好理解就说白了就是并行的去进行学习几个 n 个小分类器这样来做它的还有一个它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并行化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是完全的这个各个小分类器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训练的过程中所以说呢它比较方便于去进行多台机子上的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说这个 bagging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做集成学习的这个方法。好，然后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它这个伪代码，它的这个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说希望呢从这个原始的这个数据集把它进行这种随机采样，而且呢是可放回的然后通过这种采样产生的这种小数据集呢，各自的去训练一些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那个分类器，然后呢再把它们进行一个这个投票是吧？加权投票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那么典型的一些这个bagging 的这个方法就有像什么这个bagging 的 decision tree 还有一些这个随机的森林的这样的一类这个方法。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下去看一看这些方法这个具体是怎么进行实现的。然后我们一块来理解一下，或者说这个给大家形象的解释一下这个 bagging 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怎么来的然后我们首先它的第一个单词它是来自于这个 bootstrap 这样的一个 b 打头，然后后面是 aggregating 的这样聚合这样的意思。估计这个聚合大家还好理解，但是 bootstrap 怎么理解呢？这个 bootstrap 呢，它其实英文中它原来它指的呢是大家这个鞋
一般来说这块会有个这个小提手，尤其是好像有些这个靴子，大家穿的时候呢不太好穿，那么假设这有个这个提手呢，你拽一下，就很容易就把这个靴子给穿上了。所以说呢，它其实取的这个形象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自己帮自己提升一下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因为这个算法其实它都是一些这个研究人员起的嘛，然后我估计这个也有人说他这个研究人员他们有一些这个德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说他们取自一个德国的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就是说，在18世纪，这个德国的一个文学家他有个小说，好像是叫蒙乔森男爵的冒险故事然后在国内呢，好像一般把它译作这个吹牛大王历险记。然后呢，它这里面呢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这个主人公男爵呢，他掉到了这个湖面上，然后逐渐的往下沉，快要被淹死了。然后呢，他感到非常的绝望，是吧？然后呢，就希望自己能够从湖里出来。然后他最终怎么办呢？他就靠自己拉自己的这个靴子拉自己的靴子上面这个带子，然后硬生生把自己给提上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直白的来说呢，就是说，当你这个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吧？你只能这个靠你自己把自己给救出来。所以说呢 ，bootstrap 呢，一般在这个英文或者说在德文的这样的解释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然后我想了想，对于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 bootstrap 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想了半天，我觉得在金庸那个应该是神雕侠侣里面，然后那个我记得有一段是这个蒙古攻襄阳是吧？就是那个郭靖守襄阳，然后他好像是掉下了这个城楼，然后呢他要上来所以说呢他使出了一脚什么纵云梯大概意思呢就是普通人一次只能跳几丈是吧？他跳完之后呢再自己踩一下自己的左脚踩右脚右脚，然后呢给自己助力，然后通过左右脚互踩的情况之下不断的自己提升自己，然后最终呢是跃到了这个城墙之上就是金庸中好像是这好像是属于这个九阴真经的这个里面的武功好像叫纵云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己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说大家后面再理解这个biking 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结合这个神雕侠侣中的这个金庸的这个也就是那个九阴真经里面记载的这个纵云梯的这样的一个武功来理解。好，我们刚才讲了一下什么是这个biking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boosting它的这个 boosting 的这个起源它也是一种基于这种把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变成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定义一下什么是这种 strong linear， 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它的这个分类的这个能力它的分类的这个精度非常的高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呢是 weak linear， 就是说它的这个进行这个分类进行这个预测的这个能力它稍微弱一点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就要提出一个很经典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一些这种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或者分类器呢，然后呢去构造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器呢？这个答案呢还是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应该是在这个2000年左右呢，已经有人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肯定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了。那么这种boosting 这样的一个方法，它是怎么来做的呢？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图啊。boosting 呢，一般来说呢，它会把这个很多这个弱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器，按照这种序列的这种形式去进行一个训练，从而呢去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首先，最开始呢是原来的这个数据你给了我，然后呢我去训练一个弱一点的这个分类器，然后我有时候呢会预测正确，有时候会预测错误。那好，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把这种我预测错误的呢，然后它的权重给它增加，这个样本的权重增加，或者说这种惩罚给它增加，然后增加了之后呢，其实就要求这个后面学的这个分类器一定要能够修正前面出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那么第二个分类器呢，它又会进行一个学习，然后呢它会得到一些这个结果，大概率呢它会修正上一个分类器中分错的那些样本，就说白了就是下一个呢总是比上一个这个错误上是有改进的。那么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说白了是把这个上一个这个弱分类器分错的这个样本权重增加，然后从而要求下一个分类器呢能够把上一个分类器的这个错误进行更正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迭代和训练下去，那么我们最终呢就能得到比如说 n 个这样的一个具有一定依赖关系或者说结果上或者模型上有一定这种依赖推理的这种关系的这样的分类器，然后我们再把这 n 个这个分类器然后联合起来进行推理，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boosting 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思想。所以说呢，这个 boosting 它其实就两步，就第一步呢，就是按照这种顺序的这种方式去训练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弱分类器，而且呢，它是要求这种每一个这个后续的这个分类器能够修正它前一个分类器的这个错误的这个结果。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最终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这 n 个这个顺序的这个分类器的这个结果能够联合起来进行推理，这就是这个 boosting 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这个机制。然后我们这里呢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boosting 的这样的一个伪代码。它这里面呢，首先一般来说呢，它是让所有的最开始的时候让所有的这个样本它都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权重，或者说分类错误的时候的惩罚的这个力度是一样的。然后呢，接下来呢，它就是顺序的，然后呢去训练那么m 个这样的一个小分类器，
然后呢，而且它会它会在每一次训练完成之后啊，它会把这一轮训练的这个得到的错误的这个分类结果的权重给它增加然后呢从而让下一个分类器能够去修正上一个分类器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然后最终呢，它是把这个 M 个这样的一个序列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器呢，它是联合起来进行推理，这样的话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 boosting 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如果我们一块儿来说呢，就是说来比较一下这个单个的这个分类器以及这种集成学习的这两类方法 ，Biking 跟 boosting 呢，它们的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这有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张图就是首先对于这个单个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器就是说你给我这个数据是吧？然后呢我就给你训练出来一个这个分类器就完事儿了。对于这个 Biking 呢，我就是并行的，而且呢是从你这个原始的数据集呢进行一个有放回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采样，然后呢得到这个并行的这多个数据集，然后呢并行的呢去训练多个不相干的这样的分类器，然后呢再进行这个推理，这个呢就是这个 Biking。然后这个 boosting 呢，它就是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序列，就是说我呢，相对于这个 Biking 呢，我是说我的每一个这个弱分类器呢，它的这个训练的过程或者说那个结果它应该是依赖于上一个分类器之间的，对，它的这个训练结果，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加明显的去进行一个这个提升因为呢下一个分类器呢，它是学习到了上一个分类器的经验和教训，然后这样一个顺序的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M 个这个弱分类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当然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推理就是说训练得到的这个 M 个这个弱分类器进行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推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张图呢还是整体的来总结了一下这三类的这个方法这个不同，然后如果是直观的从这张图来看，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 Biking 跟 boosting 的各自的这个优势。首先这个 Biking 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在于它这个并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是产生了3个完全独立的或者说是你只要产生完了之后呢，你就进行这个分类器的训练就行了。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是完全平行的或者说是独立的，就各个分类器之间这个训练互不相干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你去把这些训练的过程部署到多个不同位置的这个服务器上然后呢提高整个系统的这种并行化然后呢这样的话你进行这种推理或者说模型训练效率就非常的高。这也是为什么这种集成学习这种基于这种 Biking 的这种而且呢一般来说这种集成学习都是基于这种决策树，说白了就是这里就是训练的一个个决策树然后呢它被在工业界中呢被广泛采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这就是这个Biking 的这样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它是并行的，方便分布式部署，而且这种集成学习的思想也能让它的结果比较好。然后 boosting 呢，它的优势我觉得应该是主要是在于它这个串行的知识的这种递增上。这个我们来看，你看 Biking 呢，它这个分类器之间呢比较独立，它就相当于你下一个分类器呢没办法利用到上一个分类器的这个知识或者说反馈然后
但是呢，对于 boosting 呢，就是我的下一个分类器呢，一定要能用到这个上一个分类器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些这个错误经验教训有点像我们人经常说的是吧？一代要比一代强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这有点像我们去比如说我们要去参与一个什么答题比赛啊，是吧？假设我们10个人独立的都去答题，和每一次有一个人答题回来之后呢，第二个人就问他，哎，你什么地方错了，是吧？然后呢，我补强然后呢，吸取你的经验教训，那肯定是第二种策略，有这种经验教训的这样的一个累积的这样的一类的这个方法，它的最终的这个推理效果呢会变得更好。所以说这是 boosting 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呢 boosting 它也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劣势就是说上一个这个分类器就是说你这个当前这个分类器你想训练的话，你必须要等上一个这个分类器训练完成才行。所以说呢，它这个 boosting 整个的过程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串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就不方便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因为它是个串行的，它就很难利用到这种多台电脑进行联合推理的这样的一个效能。这是这个 boosting 这个方法它存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弱点。我们刚才讲完了这2类的方法，然后你像这些典型的这个 boosting 这个方法也是有不少。比如说这种比较知名的像这个 ADA boost 还有 gradient 这个boosting， 还有这个像叉 G boost 这种方法都是非常有名的这种方法。大家这个感兴趣的也可以回去这个看一下。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尤其是大家平常这个看一些论文应该是会经常遇到这个叉 G boost 的这种方法。我们这里呢可以一块儿来简单扫一下。我记得整个的那个叉 G boost 应该是有一个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功夫首先我讲一下这个叉 G boost 的这个作者。叉 G boost 的作者是一个很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华裔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学家，我记得应该是叫陈天奇。对，然后叉 G boost 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集成学习的方法，刚才也介绍过了。而且呢，它比较好一点呢，就是它在工程实践上呢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优化，然后呢也是它一直在开发和维护这个相关的这个版本。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随便搜到的它的这个帮助文档，也是非常的这个详细像各种什么 C++、C 什么的，什么 Ruby 什么 Shift 的这样的一个包都有，还有像那个对于 R 对于 Java 的这样的一些贡献这样的一些支持它都有。然后那个
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陈天奇老师，他现在呢是在 CMU， 然后我记得对，他这上面也写了，他的本科是我们上海交大的这个 ACM 班的这个学生，然后呢后面呢是去了这个国外读的博士，然后呢在读博期间呢，应该是这个华盛顿大学读博期间呢，这个集成学习就是他的这个研究方向，然后呢他就他就那个发表了一篇论文，应该就是这篇就是查吉布斯的这篇论文。对，然后呢他发完了论文之后他不像其他很多人做法有可能就没事了，然后呢他是不断的在进行改进优化，然后呢这就是他这篇论文。而且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篇论文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工程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就比如说在这里面这个方法会有一些这种近似的这个策略跟方法，因为比如说大家在实现一些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你完全按照它的这些很优美的这个公式推导或者说理论的这个分析呢，你去实现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有可能会太高。那么这时候呢，你不妨尝试一下去设计一些近似的这样的一些策略或者方法然后那个陈天奇老师呢，当时就在这个XGBoost的设计过程中就提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近似方法，然后从而方便它进行这个优化。对，然后这个目前来看，他们也是一直在甚至到今天，这个方法应该提出来了有那么10几年了吧。它最开始的版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开始的版本，这个16，但是它应该是最近这10年肯定还是在更新和维护它这个XGBoost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它这里比较详细的一些这个介绍，比如说对于体声数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这个介绍。行，其实我们这节课的这个单表格学习部分的内容已经彻底介绍完了，然后我们这个后面中间就不休息了，我们继续这个上课然后那个一会儿提前下课大家需要上厕所什么的，一会儿就自己安排。然后呢，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门大作业也是彻底的定下来了。我们首先我们这门大作业是要围绕着这个关系表格来做，然后而且呢，它应该是依托于我们实验室大概1年前发布的这个一套系统，或者说是一篇论文吧。然后我们里面不光提供了数据集，我们实验室大概1年前是吧？然后呢，为了做关系表格分析我们提供了一套这个数据集还有方法，说白了就是算法库。然后我们直接看核心的吧。
然后这个我们是在 GitHub 上大家可以直接搜到啊，叫做 relation IRM 啊，或简称叫 RIRM。然后呢，它的整体的这个架构呢，就是把目前做关系表格学习所能用到的3个核心的部分呢，进行了一个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包装啊。目前来看呢，应该是第一块可能有一些这个表格神经网络的这个部分，它主要是用来建模或者分析单个表格。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图神经网络，它呢主要是用来建模这种关系表之间的这个外键关系啊，用它来建模啊。然后其实这2块呢就可以完成最基本的这种表格深度学习的这部分工作啊。然后中间呢，我们额外的加了一块呢，就是对于这个大语言模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模块主要比如说包含这个 prediction 包含这个增强模块然后这样的一些这个支撑，然后大家就可以基于它呢直接来做这个推理。然后接下来我会给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例子你像这里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3个这个模块，然后这是 GitHub 的这个地址，大家可以直接去上面找到。然后这里呢，我这个 PPT 也是在刚才那个 GitHub 页面上是可以找到的，我就不那么细致的讲。接下来呢，我主要是想讲一下这个我们上课或者我们大队有可能用到的这3个数据集，或者说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去使用我们这个算法库然后所提供的这3个数据集。然后第一个数据集呢是TML-EM， 就是 Table Movie Length EM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它是从这个经典的这个 Movie Length 这样的一个做评分预测的这个数据中进行的这个额外的增强它里面呢包含3个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含 User、Movie， 然后还有个 Rating显然这个 Rating 这个表它其实就是记录了 User 跟 Movie 之间打分的这个外键，对吧？那个它所构建出来的这种关系，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3表3个关系表格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它这里面体现它们关系的这个表格是这个 User 和 Movie，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 Label 是用户的这个年龄的区间我们这里面的用户它是被划分成了7个年龄段，比如说0到10、10到20这个，而且呢这个是真实的这个值然后我们呢，如果是你在这个数据集上做任务呢，应该就是做这个用户的这个年龄预测，它这里面一共有7类，然后我们已经固定好了这个 train、validation 跟 test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的这个划分然后第2个数据集呢是 TLF2K， 就是它是从经典的这个 Last.fm 这个网站提供的这个 Last.fm 2K 的这个数据集中这个进行2次的标注和抽取出来的。这个 Last.fm 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它是英国的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音乐网站，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QQ 音乐或者说网易云这种听音乐的这个网站它上面呢就会有这个艺术家这样的一个表格，然后还有像这个user和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表格，说白了就是我有没有听过他，我怎么着，还有一个是 user 和 user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关系